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然油管论坛，我是飘哥。最近的寓言类视频引起了好多小伙伴们的关注。今日呢，咱们继续咱们的震撼寓言追踪，尤其是在印度神童阿比亚以及其他的几个网络大师，他们都对自然灾害的预测有蝗虫啊、水灾啊、地震啊等等，这一个一个的预言呢都已经灵验了。在将来的这个寓言追踪的短视频当中呢，我们还会以最快的方式给大家传递信息。如果各地的比如说各地的天气异常啊，最新最早最快的自然灾害无处理视频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咱们上一期也介绍过，咱们废话少说，直接奔入主题。有天涯社区网的预言大师称在2019年9月，预言时是这样写的：又起温来，虫灾起，若不囤粮家无米，南北磁场共转换，物转能量皆可见。而且注明，当然不是要引起大家的恐慌，而是什么呀？有备无患，没有坏处。咱们就从沙漠蝗虫说起。蝗虫人们称之为蝗虫瘟疫。其实这一次蝗虫瘟疫的话呢，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，从2019年，而且呢，前段时间的话有所加速。比如说非洲的肯尼亚遭受70年来的最严重的蝗虫的侵害，这个牲畜赖以生存的这个植被全部被砍除了。埃塞俄比亚、索马里等等，都是若干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灾情。乌干达、印度、巴基斯坦等等农作物。等等地区的农作物都遭受了重大的伤害，而且印度的蝗虫的侵害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。成群的蝗虫在非洲、亚洲还有中东大片土地上造成了破坏，巨大的破坏。恶劣的天气条件和暴风雨帮助他们前进。为啥暴风雨会帮助他们前进呢？咱们先挖个坑，咱一会儿填。这里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下神奇的蝗灾迁徙和起源。蝗虫到底是怎么移动这么快，从非洲到了中东，到了亚洲，到了印度，到了巴基斯坦，以这么快的速度运行呢？其实事实上，飞到巴基斯坦的蝗虫已经不是原来的从非洲起飞的蝗虫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蝗虫的迁徙大军有着他们独特的这个迁徙方式。首先咱们从头捋一下如何形成蝗灾的。蝗虫极喜欢温暖干燥，蝗虫往往在严重的旱灾相伴随而生，所谓的旱极而蝗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旱极而蝗，久旱必有蝗。干旱使草地稀少，蝗虫存在的空间呢逐渐的变小。当这个蝗虫的密度达到这个临界点的时候，蝗虫有一种血清素就会发挥作用，那么呢，使它们从绿色转变成褐色，而且呢，集体迁徙开始寻找食物。那么呢，这个逐步的就形成了蝗灾。在干旱季节12月，蝗虫本来是应该已经消亡了，但是呢，突然来个季节性的降雨，大暴雨。冬天12月份，突然来了一场，比如说100毫米的降雨，这下好了，滋润了，植物动物们全懵了。以为是春天到了，开始疯狂的生长，蝗虫的幼卵的话呢，也开始疯狂的繁殖，而且一弄就是几代的蝗虫的繁殖，而一出来吃的又不够了，冬天就开始聚集吧，怎么样呢？变成褐色，表示我也要加入，我也要加入，于是大军形成。这就是非洲蝗虫灾害最初形成的原因之一。这里的暴风雨就是诱因，就是咱们刚刚挖的那个坑，现在咱们稍微填一下。但是呢，它们最早来自于沙漠深处，也就是说，最早的蝗灾来自于沙漠深处，没有人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是谁指引他们突然的到达了最早的肯尼亚和索马里，因为他们飞来的方向完全是茫茫的沙漠，遥不可及。当人们看到第一批蝗虫时，就是从那个杳无人烟的沙漠深处来的时候，人们都也懵了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科学家们也解不开这个谜团。当他们
迁徙到了一个地方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就开始找合适的地方进行产卵，而它们的卵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又开始形成成虫，沿着新的路线继续寻找食物。比如说从非洲到了中东，从中东产下卵之后3个月之后，这些卵又成了成虫，然后再开始继续飞。而在它们成长和繁殖的过程当中，它们是以惊人的速度，以指数的形式上升的，老外叫做20个 fold， 就是相当于把一张纸折叠20次，就是22的20次次方。这个数字是可怕的，2个蝗虫很快就变成1048576个，也就是2个蝗虫在3到6个月里边就变成了100万个蝗虫。蝗虫的推进啊，它一次在高空当中可以停留17个小时，如果有风再给它助力的话，它可以在空中在这17个小时之内飞3000英里，相当于5000公里左右，这是一个可怕的距离。有科学家们也做过一个实验，在中等密度的时候，每平方米25到62个蝗虫的时候，蝗虫会排列成行，并且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行，而且这时候呢，它的运行非常的灵活机动，可以突然改变方向，然后按照新的方向去飞行。那么在实验当中的话呢，每当这个每平方米的蝗虫数量超过74的时候，那么有序前进的蝗虫改变方向，这个时候它不改变方向了，超过74的时候变成什么呢？直行，甚至可以直行8个小时不动。动物们的行为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。到现在，科学家们仍然不知道蝗虫到底是如何就这样相互配合的，甚至是怎么数数的，怎么到了74之后的话呢，它就不改变方向了呢？谜团。专家研判，这群巨大的沙漠蝗虫可能从巴基斯坦和印度直接入侵西藏，或者是经过缅甸入侵云南，或者是哈萨克斯坦入侵新疆。那么呢，我国当局的话呢，也指出云南、新疆、西藏等处其实是属于第一线。下一个 topic， 咱们来讲洪水老鼠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，和看一下这个视频。那么呢，厨房窗户这个窗户铁丝网上面这个老鼠瞪着大眼睛等待救援。这个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个就是今年6月10日，广西柳州的一栋老式的居民楼里，5只老鼠爬上这个1楼这个厨房的窗户。在视频中呢显示的什么呢？他们紧紧地抓住窗户的铁丝网，然后呢向外巴望着，防止掉落，对吧？这时候非常可怕，就是你没有见过老鼠这么可爱的老鼠，对吧？那么呢，这时候的老鼠的话呢，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挺可怜的哈、哎呀，非常可怜。但是你想想，那5只大老鼠在厨房里边也挺烦人的，也挺可怕，是吧？就是就是它在里边想想吃东西啊，啃土豆啊，吃牛肉啊等等。你说救还是不救呢？救不过来呀。拍下该段视频的呢是柳州晚报的记者黄蕊，当时他和民警一起这驾驶冲锋艇啊前往各梯救援。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他就看到了这一幕。下一个 topic， 鱼跳水。云南大理市的希尔河闸门，那么呢从那个闸门呢到这个泰安桥河段，在15号的时候，有民众发现鱼跳水现象，大量的鱼不断的从河面上跳出，主要的鱼种可能是白鲢鱼，而且是啥呢？这个鱼啊，小的可能是8-9公分，大的都超过这个60公分。现场的这个观众，现场的人们上千人围看有的人可能也扔个竿进去钓一下子，钓鱼。这个现象持续了2个小时，直到晚上8点钟之后才停止。当地的居民表示，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，让他们也惊呼的同时，也在不断的猜想，是不是大自然在奇妙的同时也可能啥呢？是告诉他们一种预言或者预示。鱼为什么会跳出来？是不是一种地震的前兆？然而科学家们就解释了不是的，是这个水里边缺氧了，鱼跳出来都属于正常现象。但是科学家解释的非常的漂亮，对吧？专家是带十字旁加个砖的砖吗？还是哪个砖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。但是是吧？你这说的好像有点拍板砖的意思拍板砖的意思是拍板砖的意思。但是我想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这么解释的话，当地的居民不可能那么惊讶。当地的居民就在这个河边生活了几辈子，他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。
对呀，我想也是。那要是一下雨，水里缺氧，那不每年都跳吗？啊，对，每年都跳，他们就不觉得奇怪了，这会笑话我们的大惊小怪，还寓言频道，这都没见过。下一个现象，下一个 topic 就是地震鱼。地震鱼啊，也叫黄带鱼，叫龙王鱼、龙宫使者、海龙王、白龙王，都是这种鱼。在日本海附近，根据这个产经新闻报道，有传言称在当地啊地质出现大变动的时候，黄带鱼也就是地震鱼就会到浅水区避难。而地震鱼本身来讲，它是生活在海面以下200到1000米的地方，一般是不会出现在海面的。近日呢，日本福井县叫福井县越前町的这个渔港附近，有民众目击数条被传是这个大地震前兆的这种地震鱼的出现。此事的话呢，在网上一经发布，引起热议。这种鱼出现和地震有直接联系吗？大家你认为有直接联系吗，小伙伴们？但是近日的话呢，日本多位专家也进行了分析。专家的分析大家可以知道的，专家的分析都是告诉大家，但不要小题大做，好吧？不要引起恐慌，好吧？那么呢，我们也同意 ，OK？ 我们同意专家的观点。那么呢，被发现的2条这个地震鱼大约有5米多长左右，而且在水中游弋，被日本的爱知县的一对夫妇拍下来了。拍下来之后的话呢，而且还录像了，而且这2条黄带鱼并排游弋。专家称，这时候专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叫啥呢？这个录像并排游弋的地震鱼是世界上罕见而珍贵的影像。说不定是一对情侣啊。对，这极有可能。此外的话呢，其他的目击者纷纷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公开了有关的这个视频。那么呢，为此的话呢，日本的这网友纷纷的就开始担心了，希望不是这个地震的前兆，希望这个不要发生自然灾害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就是前些年确实有这样的联动反应，但日本的地震呢，根据日本国家地震统计局的这个统计，2019年日本就发生了1539次地震。日本其实是一个地震多发区，但是它每次的震的话呢都不是非常大。1539次相当于啥呢？一天就有4次，这个非常奇怪。岛国可能都有类似的现象。上次咱们说过的冰岛，在1周左右之内发生了4500次地震，这个在内陆的人一听觉得都很吓人的，是吧？虽然它不造成什么伤害，但是你一听它也是地震呀。这时间长了，就是现在相当于是晃悠，对吧？东北话叫忽悠，对吧？忽悠大劲儿了，那一下就轴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尤其他们又在海的中央，那很难说，很难说的。你有的时候虽然现在科学很发展了，但是真正的能不能测到那个海底最深处，有的时候并不是让人们100%的相信能测得到，对吧？这篇报道的话呢，其实发现地震鱼的报道是在3月9号发布的。那我们就观察一下，看最近这几个月内是否发生相关的地震在日本呢等等。在201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事实，就是日本的一个海岸线附近发现了20条的这个地震鱼，而之后没出3-5天，或者是一周左右，就发生了地震和海啸。那么呢，网上也有传说是台湾呢，在6月1号有人捕到了地震鱼。有一个历史故事，2018年的时候也有人捕到了地震鱼，而后3天就发生了4.6级的地震。2013年10月28号也捕到了地震鱼，3天之后台东发生了6.3级大地震，那次还是比较震撼的。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？还是确实有关联呢？我想别人管它叫地震鱼还是有原因的吧。不然你说在海底下200到1000公尺的鱼，没啥事跑到这么浅的海面上来干啥呀？对，确实如此。这个有点像咱们那个养的那个金龙银龙那个鱼，我感觉有点像那个。对呀，非常深的深海活动。对，龙王鱼这样。确实是，可能龙王在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哈。派出来的小兵啊。对呀。不要走开，稍后就有彩蛋。你问我宇宙在何方，我指着飘然的方向。你问我宇宙在何方，我指着飘然的方向。peace out，不要忘了订阅和点赞啊。
拜拜。近一点这次啊，一定要近啊。对，再近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漂漂 MB。OK， 那这 OK， 不停。就那几只老鼠，就得把这个铁丝网割掉哈，才能让它出来。啥意思？你再加个云梯呗。哎呀，挺可怜的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的方向。你问我宇宙在何方，我指着飘然的方向。哦，跑调是吧？有点跑调是吧？老铁们，看到这里还等啥呀？别错过了订阅和点赞，好吧？现在就定，我给你时间1秒钟。